据印度媒体国家防务的消息称，当前亚洲地区的国家纷纷进入到建造航母的热潮当中。同时，只要是实力雄厚的国家，就算现在没有动工建设航母，那也有了建造计划。其中，中国显然是这些国家里面最成功的那一个例子呢。为此，在许多的公开场合，印度的海军司令辛格表示过，印度必须拥有第3艘航母，只有这样，中国人才会为此感到害怕。在建成的那一刻，印度海军的实力将超越中国海军。然而，这位海军司令虽然有着很大的雄心壮志，但这需要以经济基础为实力。现如今，印度经济不景气，海军预算本身就遭到了削减，再加上印度海军军方内部意见分歧严重。虽然印海军有着不甘落后的想法，是要建成第3艘航母，但这一计划着实有着搁浅的可能。据了解，虽然现任司令辛格明确表示了建造第3艘航母的决心，但首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在很多公开演讲上都说过，航母太耗资金，再加上运行周期太长，所以建造潜艇将比航母性价比更高，更适合印度海军。同潜艇相比，除了前期投入成本之外，第3艘航母还有隐性成本。一艘航母的入役意味着印度海军还需要承担超过2500名船员及其工资，再加上购买战斗机，预计每架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，再购买一些与航母相配套的驱逐舰护航，这么算下来，一艘航母总计花费要超过100多亿。确实，如果是从经济角度上来看的话，首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才是明智的。虽然在拥有第3艘航母后，印度海军看上去很高大上，但实际根本无法发挥出3艘航母的战斗力，而且建造时间也是一个未知数。印度第1艘国产航母从开工到服役几十年的时间也没有全部造完，至今仍无法入役。因此，对于印度海军来说，第3艘航母这一想法根本就不现实，印度人又在做梦呢。毫无疑问，对于现在的印度来说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既不是航母，也不是潜艇，而是国内军工业的发展。军工业体系的混乱与落后，才是印度快速发展海军的最大障碍。毕竟，强大的武器可以买来，但强大的后勤是买不来的。尽管印度海军目前在世界上排名第6，但如果战争一爆发，它很可能连最低限度的战时维护以及军队的后勤保障都做不到。美国谷歌卫星时不时就要爆出一些中国刚刚建造出来的海军装备，特别是这些体型巨大的舰船、潜艇之类的，在建造后期几乎就是无法隐藏的。所以这一次，中国新型核潜艇图像再次被曝光出来，美国再一次提出建造更大潜艇部队保平安的建议。首先，中国这次的新型核潜艇是从渤海造船厂被首次曝光出来，而且并没有完全建造好，所以仅只是一些零散的部件。专家从卫星图像上推测，这次的船体长大约在30到32米，宽约11到12米左右。虽然不知道是哪一种类型，但是这将是中国目前拥有的最大潜艇之一。专家还表示，渤海造船厂目前正在建造的潜艇有095型和096型2种新型核潜艇，而从卫星图上看的巨大体型，很可能代表着这就是其中一种，不是095就是096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升级版的093B 型攻击核潜艇。对此，美国海军表示，这再一次对华盛顿造成了威胁，美国必须对此做出反应。像是当初国防部长马克·埃斯珀说的一样，美国应该尽快建造出3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，并且建造一支更大、能力更强的潜艇部队。这至少需要70到80艘攻击型核潜艇，才能成为未来大国在冲突中最重要的打击力量。美国应该为此努力。如今，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已经订到了第5批次。和前几个批次不一样的是，美国第5批次的潜艇艇长加长了一点，因为其中增加了大约有4个模块，每个能容纳7枚战俘。也就是说，在原基础上，第5批弗吉尼亚级潜艇会多出28枚可发射的战斧导弹，其他的地方基本上是一样。舰首拥有大孔径声纳阵列，并且在舰首还拥有2个大型通用有效载荷管垂发系统，中间还会有12枚战斧巡航导弹，生命维护周期也相对减少。如今，美国已经拥有的弗吉尼亚级潜艇就有19艘，目前正在建造3艘第4批次的。等第4批次的10艘陆续建造完工后，第5批次的就要开工了。而且美国还预计会继续升级，
直到完成当初的66艘目标为止。和美国相比，中国虽然一直在推出先进的核潜艇，但是数量确实一直没有跟上。毕竟建造之后没几年就得换新的，有钱也不是这么造的。所以期待中国新型潜艇早日面世入役，中国潜艇也能下上一波饺子，让美国在只能眼看着中国追上来，却只能干着急。在去年，为了更好地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，以及更合规地履行海警机关的职责，为此，中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》，并在今年的2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。该法案中规定，在面对外国船只的非法活动时，中国海警有权利使用武器来阻止那些非法侵犯的行为，并排除危险。这一法案意味着中国海警今后巡逻东海将有法可依，更有胆气接受外来势力的挑战。需要知道的是，在海警法出台后，立即有2个国家的媒体跳了出来进行对号入座。毫无疑问，这2个国家就是美国与日本。在法案公布不久后，美媒与日媒就妄图通过舆论手段来谴责中国海警的主动开火权。分析认为，对于中国海警法的正式实施，美日之所以会如此敏感，无非就是做贼心虚了。海警法赋予了中国海警开火权后，就是在警告那些别有所图的人，敢越红线就开火，这可不是在吹嘘。此次海警法刚允许海警开火后，美航母就仓促撤离。在2月1日的时候，罗斯福号航母就已经被拍到待在了关岛军事基地的照片。也许会有很多人觉得海警能有什么好装备，美国人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实际上，以中国新造的海警船 718B 为例，这艘海警船除了准备76毫米的速射舰炮外，还配有2门30毫米单管机炮，甚至有直升机飞机甲板。虽然不是固定装备，但在可携带海警直升机后，就意味着中国海警有着随时扩大该型舰的多任务执法能力。简而言之，这艘海警船就是中国海军056战舰的海警型号。除此之外，在现有的中国海警队伍中，还有2艘万吨级别的海警船，它们分别为刚投入使用不久的3901号与2901号。另外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美军在黄海实施自由航行时，就是2901号进行了全过程的跟踪与监视。不过，冲突与战争从来就不是中国人们想要看到的，这也不是海警法通过的初衷。中国不想发动战争，也不会做挑起战争的一方。但假如美日想继续利用这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来困扰中国，那么中国也敢于亮剑。相信未来中国海警将在领海纷争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，而日美的阴谋诡计必然起不到任何的作用。